爱钱，你要不要放一点钱在里面啊？哎呦，要到了哦！就已经醒了，在不想面对，是不是？我的旁白是要到休息站了吗？尿尿了吗？不是，我们已经到达，我们快要到达我们目的地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次呢，我们是来介绍苗栗。苗栗。对，因为我们播出这一集是冬天的。啊，冬天。对。等我一下。穿上去。什么意思？怎么这么突然？没有，你穿太少了，你冬天这样观众不会觉得很冷。我是说播出之后是1个月呢。没有，现在还先穿上去。你好忙哦。哎，然后呢？再一次来543，543，好冷啊！太冷了吧？戏剧魂大爆发。是要吃一点。丽莎接下来是要演戏了，好好演戏。吃一点暖乎乎美食吧。对，就是要吃暖乎乎的美食。我刚刚还穿长袖。我今天还查30度。对，30度，我们做什么暖乎乎美食？因为是1个月后嘛，1个月后就12月多了嘛。所以我们你就跟着我就对了。冬日特辑，好，不能脱啊。我先睡一下。跟着我，我不能脱。再多加一件给你。好，谢谢，好冷哦。来到苗栗不能错过的就是品尝客家菜，独创的椒盐猪脚，在别的地方肯定吃不到。它的皮精华好好吃哦，这每一桌都会点吗？必点。冬天吃咸乎乎的红豆饼一定很幸福，而且这家店的口味也太特别了吧！超阿贵遇到热之后，它会更黏糊糊，就像马吉的跟年糕的那种口感。我觉得这个大推，这间开在80几年古迹里的火锅店，是全台唯一一间客家麻辣火锅。它这个蛋饺真的有够好吃的，它真的是手工的。最主要是我觉得它因为这个蛋皮煎得很好，所以很吸汤。不说还以为导航出了问题，这竟然是一间隐藏在制材厂里面的咖啡厅。你真的很少，我好像很少看到你知道录音吃完。对，然后每一个都很爱耶。超适合冬天进补的全牛料理，这间温体牛料理餐厅可以一次吃到不同的牛部位，连在地人都有肉哦。这太夸张了吧！对啊，哇塞！我的脚糖锁吸管已经满了。哇，我的口水要流下来了。那我们赶快出发吧。第一站要吃什么？我们第一站呢，其实，在苗栗，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特色的客家菜。它除了特色的客家菜之外呢，它的店家所在位置也隐藏在巷内。因为你刚刚有说我们要吃的是很 local 的东西，所以是当地人在地才知道的。你看，真的真的很像是一个巷子哎。对，看到没有？啊，这个除了是特色菜之外，隐藏在巷弄之外，它建筑物也很有特色。我可以脱外套吗？不行啊，怎么可以？外面好热哎。它其实这个建筑物是老板小时候自己家里住的地方然后他把它改成就是现在这种特色，而且它每一间都是包厢。老板吗？你好。你好。老板你好，来。第2代了，对不对？第2代是年轻老板。这个房子有多久的历史？80多年。贝仔贝尼。你以前住哪个地方？该不是柜台这个地方吧？没有啊，我爸爸还有住到我。你没有住到，就是可能偶尔回来玩一下这样。来，你好。老板你好。你好。今天麻烦你们一下这样，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来这边身份有点特殊。对。我是将军，他是总统。对。因为其实老板他在澎湖当兵的时候，他其实有帮我们的总统跟一些很多的高官们煮饭这样子。对，所以他今天其实他那些很多的手艺，其实完全跟煮给总统吃的是一样的。哇！所以今天会帮我们服务这样。这个椒盐猪脚啊，是你们家独创的？对，我妈妈独创。对，来试试看吧。谢谢。刚刚制作人说这个超级好吃，所以我很期待。真的好吃，我自己都很喜欢吃。不止很好吃，超好吃哎！它炸的外面一点点酥，然后里面软嫩到不行。它里面啊，刚刚其实那个小赖老板夹给我的这一块，你这样看的时候会觉得它是有一点那个肉质是比较松的部分，它咬下去好多汁哦。其实它这里面卤的其实也够入味，对，而且但不是那种超咸的那一种，是淡淡的那种卤汁的香味，然后配上它这个椒盐跟那种酥脆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那种有点外酥内嫩的那种感觉。它的皮精华好好吃哦，这每一
桌都会点吗？必点。每桌必点。啊，如果今天像我们只有2个人，2个人怎么办？2个人也会点吗？2个人吃完打包嘛，吃完都打包。所以不管几个人来，这一道菜就是你们家的必点料理。建议点。然后再来我们要吃什么？咸汤圆要不要先来一点？好啊。虽然他才接手4年，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的灵魂有那种40年的味道。就是它里面放了大量的这种，就是脆口的一些蔬菜，有蒜苗，然后芹菜，是不是？然后跟那个油葱，这个油葱因为每一家炼的油葱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它放在这个汤头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好吃。加上是用那个大骨鸡汤嘛，对不对？用鸡大骨汤，对不对？就是我们撒龟的那个鸡汤，难怪鸡汤这个来我也觉得要点。真的来到客家米食类的，看到点下去就对了。而且这个面哦，打半层也很特别，这是客家的炒面，对不对？对，客家炒面。这个炒面跟一般热炒店的不一样，它炒的比较干，然后它里面加入了大量的油葱跟那个干香菇，而且它的这个肉是用的是3层肉，所以你知道一般都是用肉丝，可是用这个3层肉之后，那个猪油的香气煸炒出来之后，配上这个香菇，还有这个炒面，而且炒面全部都裹住这个酱汁，这炒面也 OK， 我觉得。小赖老板，哪一道菜你最喜欢？脆皮豆腐卷。脆皮豆腐卷，也是我妈妈自己独创的、自己研发的菜。哦，它是什么？哪里？里面放嫩豆腐哎。以前都是我妈妈在包，现在变成我老婆。哦，所以我特别爱。看起来很清爽哎，里面呢有豆腐，然后黄瓜，然后还有旁边那个是油菜、菠菜对不对？我来吃。香菜。香菜哦。你刚咬进去，如果我没有问你那是什么菜的话，那个香菜味道是直接这样冲上来的。香，然后外面炸的一点都不油哎，我觉得这可以点，外面吃不到对不对？真的，外面吃不到。它的元素有点像三明治，是不是有加点肉松？有肉松，因为有肉松跟有肉松跟美乃滋，对，姜汤的感觉。所以其实我刚刚在琢磨，其实就是有点像那种古早味的那种三明治，然后只是它里面又放了那个豆腐进去这样，然后但是外面用的是豆皮这样。我想吃这个客家小炒，客家小炒，它打炒就是你在说什么？还要炫它的客家话，客家小炒。它打炒肉。哦，炒肉。对，炒肉。对。哦。你为什么故意用豆腐啊？一般大家都是用豆腐。对。是豆腐。就豆腐。对，豆腐。对啊。一般客家小炒都是加豆干，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开始就这样做了，她觉得豆干偏硬，然后她就自己慢慢琢磨。而且这个很吸汁哎。对。你做的这样子。你们家很爱吃豆腐哦，哪一种吃豆腐？对，豆腐卷一下，各种豆腐，好啦，很爱吃豆腐。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蛮不错的做法，是因为就像你讲的是，它炸过之后，它里面还是软软的，外面的因为炸过之后，这个豆腐其实很吸这个酱汁。对。老板，你有开冷气吗？有啊。我已经吃到流汗了，因为我们是暖乎乎料理，已经吃到老瓜了。哎，真的有暖乎乎的感觉，我在流汗，很暖哎。有吃饱吗？有吃饱想睡了，想睡了可以认真可以睡了。不行，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你讲完之后你就不会想睡了。什么好消息？因为冬天我们除了喝汤之外，对，你是不是很喜欢泡汤？我是，你是现在脱衣服的意思？没有想过，吓我一跳。我是拉个领子啦。我想说你是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拉一下领子，想去哪里？这个好消息可以让你不睡觉。哦，其实这一趟其实要带你来这个苗栗泡汤的。苗栗泡汤，所以要去泰安还是大湖？这个是一个新地方，苑里的温泉你有听过吗？苑里的温泉没有。对。啊，但是其实在这去之前，我觉得先也带你去吃点甜点。哦，好哦，你竟然会开口邀请我去吃甜点？要，我带你去吃一个我们很常吃的东西。甜点哦，松饼、红豆饼。而且那个苗栗苑里啊，是那个令草的故乡。就令草，就以前传统工艺，就是他们在做草帽啊、草席啊的那种，所以这里呀，我们等下说不定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工艺区。对，在这里，旧房子。嗨，你好。你好。两位是老板吗？哦。怎么会想要一起创业？想不开。反向。想不
想不开。想不开。没有啦，应该说它的红豆饼，其实你看，真的确实是跟我们一般想象中的味道不大一样。一般就是红豆奶油，然后顶多什么菜包币，可是这边你看它有这个芋泥波波，里面加芋圆跟地瓜圆。哎，超蛙桂也是加在红豆饼里面哦。我们刚才在车上讨论说，会不会有那个梅干扣肉的超蛙桂？梅干扣肉的红豆饼，对不对？梅干扣肉，对不对？对啊可以做啊。在我们都还没吃之前，我觉得我真的是想要推荐给就是时尚玩家所有的朋友，你们一定来这边，一定要来这家店参观一下。因为其实我刚跟老板聊天，其实他的店名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他是苑里人，对，他很爱他的家乡，所以他回来这边，对啊而且他希望说串联其他的一些，不管是小农或者一些返乡青年，把苑里这块招牌，就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地方很棒，这样。而且你绝对想不到，在咖啡厅里面，我们桌上摆的竟然这是红豆饼，安豆饼啦，这对真的个熟悉的味道啦。爸爸你熊爱夹对节烤梨，起司蛋哦，好，啊妈妈嘞，你嘛是起司蛋，好谢谢啊我要夹起司蛋。哦，你夹，你先吃，来烫，不会，哇，这蛋还是半熟的感觉，哇。他们家的饼皮的路数是走 QQ 的，就是稍微有一点咬劲跟韧性的那种饼皮，不是很酥脆的路线，可是很香哦，你可以吃到那个面皮的那个很香咸香啊，对，里面的蛋嫩的刚刚好。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故事的一个，就你刚刚在念的那个超阿贵了，哇，你知道这个超阿贵啊，其实有点小故事，就是呢，他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也是返乡青年，然后就是在做这个超阿贵，对，所以呢，就是老板娘就想说，哎，那可以跟他的超阿贵做结合，对，超阿贵遇到热之后，它会更黏糊糊，很像马吉啊，对，你刚刚我看到我在咬的时候，其实有点砍稀的感觉，有点像马吉的，跟年糕的那种口感，我觉得这很好吃哎，然后里面一样菜包对啊饼，所以是没有违和的。我觉得这个大推，他们里面的那个菜单其实选择很多，然后也有特殊口味，像这个就是这里的今日限定桑葚乳酪，酸酸甜甜的，对啊，这个就比较会在咖啡厅出现了啦。但是不会包在红豆。豆饼里面啊，对啊，通常都会包在这个是 bagel 里面，对，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吗？这个乳酪馅，对，好厉害哦！这个可以变成常卖商品，对这个，是因为这个做法比较复杂，所以不常卖吗？它成本哦，成本比较高。那就卖贵一点就好了，还 OK 啊，那有差这一颗卖多少啊？ 38，哦哟，你还好啊成本很高，你卖38，对啊。很可以，而且可以内用。好，那我们配偶对啊你推荐你一定要点什么？我如果最喜欢的话，我会选起司蛋。哦，起司蛋。那我最喜欢是超阿贵。起司蛋跟这个甜的话，我会哦，选我第2名我也选这个。对。来了啦，隐藏的，哎，这个是只有你来才有。起司蛋特别版，它加了特制的辣椒在里面。还好啊，还好，还好。哦，辣度来了。哦，我们来找，我们下次要不要做一集？不是有辣度来了，但是没有到超辣的啊。我觉得我们下次要做一集，为他做一集，全台湾，哎，对啊，看哪一个可以辣到他。它是偏有点鬼椒的那种辣，有点鬼椒的那种辣，对不对？哎，我这个应该还好吧？那个还好，好像还好。哎，真的很过分呢！我刚刚帮你们讲超多好话的，然后你现在他说你爱吃辣，想说爱吃辣就给哇你多吃一点。我爱钱，你要不要放一点钱在里面啊？哎，我这个加一点点，好棒哦，是对啊香的。我都有觉得还 OK，哇现在味道是上来，但是没有到让我觉得超不舒服的。可以再给我一个1000cc 的水吗？哎，一个我真的没想到，竟然在院里啊有这么特殊的红豆饼咖啡厅。怎么样？然后呢，你还要带我去泡温泉，在院里。我跟你讲，现在这边这个我刚刚你说你来过吗？对，哦它其实真的我觉得很漂亮，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好好让你泡一下，然后也吃好吃的美食。走。这里真的，我觉得你没有什么机会打我枪，真的。真的吗？我不会，你应该会蛮喜欢的你找什么我都很满意的。是吗？对啊，有得住就好了啦。哎，好久不见。哎，走
一下院里的温泉到底有多好。哦，这个台词背了多久？没有，他没有啦，而且这个之外，他晚一点，像脚本写的。没有，房间卖准备好，好，好，谢谢。先来看看这样。然后刚刚我想说，借我一下，借我一下。谢谢。你要哪一个？我都可以啊，这是一样的吗？哎，不一样。你要哪一个？所以你选啊，好，我没有都可以看过，啊你要哪一个？先看再选。先看，也可以。哎，他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聪明了。我跟你赌，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房间。我觉得自己感受是比较偏日式的那种感觉啦，日式的风格。所以你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哇，我先看到那个景色了。这边先请哦，很漂亮。谢谢哦，好舒适哦。有个沙发，对，然后床，然后你看露台，这是双人房，对不这对？是我们的小木套房，你看有一个阳台哦，可以看到风景整个哦，就是有日落啊，晚上的田野夜景，的风景哦，很棒。而且它的咖啡机给的这个选择很多哎。对，对啊，搭配知名的咖啡，然后这个很少看到。对就是如果是喜欢就是在享受慢活，因为他刚刚说可以在外面。对喝咖啡啊，对啊，喝咖看着夜啡。景啊，哎，它这个宽真的有够宽哎。而且小对郭不是每一间都是可以，对，房间就是可以每一间都泡的。有温泉池，在房间都可以泡温哎，泉。这里的温泉是什么泉？碳酸氢盐泉，碳酸氢。哦，也是碳酸氢盐。就是给人哦。它这个蛋饺真的有够好吃的，它这个是手工的。重要是我觉得它因为这个蛋皮煎得很好，所以很吸汤。完全可以融入在隔壁。就连丢酱好不好啊？你是说这边都是前菜？就前菜的部分而已，光这2、4、6、6，每一间都是可以，对，房间每一间就是可以泡都有的。温泉池，在房间都可以泡温哎，泉。这里的温泉是什么泉？碳酸氢盐泉，碳酸氢。哦，也是碳酸氢盐，就是给人哎，2人房，你看看，哇塞，是不是很棒？对，看电视啊，比如说你在泡温泉的时候也可以看哎，电视。这一边是冷泉吗？哎，右边这是冷泉，左边这是热泉。哦，有一个冷冷热交替的泉区。感觉。哎，你这个真的，你光是放了这个，很放松的躺椅哦。真的很放松哎。然后你就一边泡汤，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在这边真的躺着，很棒哎。对，看这些呢，是不是？我还没看哎，我没看另外一间。另外一边这间很好哦，现在选这间择。很好哦，来，哦哟，边煎边煎。啊，哇，好日系时尚哦！日式房最具特色，榻榻米哎，的，好可爱，因为我们这里是用立草，然后对搭配月立草编织这个日式哦的榻面，啊色度又不一样。那因为这个立草它会清化空气，对，对，然后整个舒适度就更高。这里是四人的空间吗？时尚日式的客房，4人房哦，很棒，很棒啊！很棒，专门给时尚玩家，对，我们对，节目的。时尚。这个我们就独立一个大池子，啊，对，然后可以起来共享。也是很舒服的，另外一种感受。那真的是一家和乐的好地方。你要选哪一间？好难选哦，我选双人好了。双人。对啊，因为我刚好只有这边比较大啊。好给你啊。然后另外大家都会穿着浴衣啊，可能到处走，或者跑去那个露天风云那边。对对对对对然后感觉那个氛围又不一样。对对他的意对，思是要我们换，对不对？我 OK 啊。这个池未免也太大太舒服了吧！哎，泡温泉就是要这样，然后其实很大，而且我这间房间呢，它除了有温泉池之外，隔壁还有一个冷泉池，所以就是可以两边都享受一下，而且它其实很舒服。然后上面呢，因为刚刚他们有说是快木的香气，所以那个你在放热水的时候，就渐渐闻到里面有那个快木香散发出来，这里气氛好好的。哇，晚上这样泡一泡其实很好睡。我要去泡那个，真的，我想介绍给大家，就是它这边的户外的那个风吕其实非常的棒，完全不用花机票钱就可以享受那种比很多日本饭店还好的设备。好，
哎，你好。哦，有素席吗？哦，我可以过去泡吗？可以啊。哦，姐姐们希望我去跟他们泡汤啊。这边也是可以这样，你看，就是泡完之后，他们有很多润喉茶、维骨养生茶、珍珠青甘草茶。所以时间几点到几点我忘记了。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哦，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像那边还有蒸汽室，对不对？我记得还有蒸汽室跟烤箱，但是因为里面有客人在使用，我们就不介绍。可是其实它这边整个这个公共设施是非常非常完善的。其实你来就记得带泳裤跟那个泳帽啊，但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外面可以买。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游完泳之后，我们要去好好的吃一顿，因为这边的餐我觉得也是厉害的，好吧？感谢你的照顾，感谢。虽然没有东西啊，感谢。我跟你讲，是不是真的不马虎啦？住不马虎，泡不马虎，对，甚至连晚餐都给你不马虎。他们在我们播出的时候，其实有推出这个尾牙宴，这样是到明年3月的时候都可以来，你只要来1桌也是可以订，10桌也可以订。你就全家人来，你也可以就是享有这种尾牙等级的服务跟享受。因为师傅片鸭可能还要一下。好，我们先吃点前菜。我们先吃点前菜，它前菜其实里面就大概6、7瓶的。你是说这边都是前菜？就前菜的部分而已，光这边2、4、6瓶，开胃6瓶，太夸张了，而且你看超可爱的，对啊，很可爱。它上面是用乌鱼子，然后把它结合了蒜苗、还有下面的饼干、生菜，搭配的刚刚好。对，然后有点饼皮，就是绵绵的、香香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这边好热闹，隔壁那个你看你听，就很适合来这边举行活动啊，办尾牙就开开心心的。而且又可以泡汤。对，哦，完全可以融入在隔壁。就恁丢酱好不好啊？哦，我们试一下这个龙虎斑。这龙虎斑做有点那种水煮川味的模式，来，很香哦，而且肉很细哦，尤其在冬天，小麻小辣，然后它里面这个汤吸满了这个白菜的汤，完全是已经释放在这个鱼肉里面这样子。这个接受度很高哎，它麻的刚刚好，然后那个花椒的香气。来，这是我们的片皮鸭。片皮鸭，好。你们这个鸭用的也是有什么特殊的鸭种啊，还是什么？我们的鸭是来自花东纵谷，然后我们是放养的。然后鸭的话，大概我们都是用75到90天的鸭，对，这样口感吃起来会比较好。OK， 很香。那个鸭油，他刚在片的时候呢，看到那个汁水一直跑出来。这个烤鸭做3吃，他今天帮我们做的是片皮鸭，还有这个鸭松，然后跟那个鸭架汤。它其实不算松，它算是鸭丝。鸭丝，我讲错了，鸭丝。比一般再豪迈一点，它直接给你丝状了。对，然后你可以包着生菜吃。我更喜欢这个哦，因为它里面有加了那个银芽跟韭黄。然后它有点那种炒的方式，然后这个肉都已经去骨了，其实是鸭肉的这个纤维配上这个脆口的蔬菜，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吃。我觉得比起鸭松更可以吃到鸭肉的口感。对，因为它鸭丝其实蛮大的。它比较瘦的部分。对。它比较瘦的部分。蛮香的。这个就算不包生菜，你单吃其实都很好吃。这我蛮喜欢的。我想喝点汤哎。好啊，你要哪一个？哦，它这边有个那个花椒鸡汤，对不对？这个。阿内啦，这个花椒鸡汤。真正在提早跪你啊！对啊，真的是冬日特辑，该有的味道就是这样。真的，完全你知道这花椒的味道跟这个汤底原本这种上汤的味道，然后配上娃娃菜跟香菇的鲜味全部都进去。其实没有过多的调味，对，就是很原本的，你喝得到香菇的香，然后吃得到蔬菜的甜。来，谢谢。这边帮你们上一下我们的香焖稻草西施牛。来这边给你放。这个很多现在台湾的粤菜里面也都会出现这道菜。哇哦！这个是我们用那个台塑的带骨牛小排，对，然后我们会用稻草把它捆起来，再用10几种香料下去卤它，
大概卤制2到3个小时。在吃的过程中，慢慢咀嚼它，就会有那种稻草的香气。稻草的香，对，谢谢真的。是第一次上节目。讲得很好哎。他其实是被那个半推半就上来的，对然后刚刚有点小紧张，不过你表现得很好。谢谢好了，拿张椅子来。坐。其实我觉得吃这个稻草西施牛很重要一点是，我蛮建议你在吃之前，你可以先闻闻看，看它那个稻草的那个味道有没有那进去。你闻这个比较快啊。不用了，我们要闻这个，那个是真的稻草，当然有味道啊。然后再来就吃它的肉质本身。那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带骨牛小排的原因，就在于说它的这个肉质跟这个会有一点点这个筋膜的部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部分。它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不像是酱料，比较像是这个牛排的肉汁，然后那个 meat sauce 上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接下来真的冬天了，你来泡汤之余，你就留点时间，找多一点人，大家一起好好的吃一顿饭。对。隔壁还丢大酱啊！苗栗苑里嘛，就是泡了舒服的温泉，没错，然后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呢，开了30-40分钟的车来到苗栗市区。对，专程是特别绕来这边吃这一家的，而且其实今天就算，因为我们冬天要吃那种暖乎乎的美食嘛，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麻辣火锅店啊，然后我自己非常的想要来尝试，而它只开晚上，但是今天特别为了我们，它白天让我们进来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包场，我们算有点包场的概念这样。其实这一间那个建筑刚一来的时候就超吸睛的，因为它这里已经有80几年的历史，而且外面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像日式的那种老洋楼，但一走进来，哇，你这样看过去真的很像在阿嬷家吃饭哎，有没有？这种窗花的窗户已经超级少见了，现在真的几乎没有可以看到这种东西了。它这里啊，因为苗栗啊是主要的石虎的栖息地。你看它这里，你看石虎的屁股，找到了，这里石虎的头，可以有很多，那边也有，很有趣的一家店。哇，很好，它怎么变了？什么意思？不是在这里哦。我想说不要破坏公物。哦，原来你在这里，吓我一跳。没办法，太饿了。这里啊，其实真的很有回家的感觉。然后呢，它其实整个就是有那种围炉，冬天哇，菜很多满满一桌，叫好叫满。刚刚你跟我说这里是吃麻辣火锅，那我看到了很多麻辣火锅的餐桌上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哦，这是地方特色，对，手工水晶饺。我们呢在那个苗栗嘛，然后苗栗呢客家文化非常浓厚，竟然有水晶饺，然后还有板条。我刚刚看了一下菜单，这里面啊它的汤头有非常的多种，像这个白色的这一个呢，它是客家的胡椒猪肚锅，然后这个呢就是你刚刚说的麻辣锅。对，我跟你讲，很特别。你先吃一下这个，它这个蛋饺真的有够好吃的，你看哦，它这个是手工的。然后那个外面的那个蛋皮吃起来超级像油豆腐的那个皮一样会吸汤，然后里面内馅是就是一点碎肉这样，我个人很喜欢啊。最主要是我觉得它因为这个蛋皮煎得很好，所以很吸汤。它的这个鸭血我觉得也蛮好吃的，都属于那种很滑，但是它很入味。你看它那个水还一直滴。那其实它这个麻辣锅其实标榜是都是用很天然的材料嘛，然后它是可以标榜你的汤是可以喝的。而且我觉得它的麻辣汤头非常友善，它完全不是那种呛辣的，是舒服的，就是像客家人带给你的那种默默的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可以，很棒。然后呢，大家来到这边一定要吃一下它的水晶饺，也是除了蛋饺之外的美桌必点。好 Q 哦！你知道客家地方吃到的水晶饺，跟我们有时候在北部啊，或者是吃到的水晶饺火锅料，你看它就长得不一样。那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边手工黄牛肉的这个
牛肉滑。哎，它就是有特别断筋过，它的肉很嫩哎。我好喜欢那个在火锅里面涮滑牛肉，因为就是很搭。它其实就是咕溜咕溜的口感，因为它有稍微抓过，所以其实在涮肉的同时，你其实两边都可以，因为好滑哦。它就是吃它本身牛肉的原汁原味，然后你也可以加一点酱汁都 OK。而且它虽然没有美牛那么肥美，但是它有自己这种独特的这种咬劲，你知道吗？哎，这个好吃哎。我好想喝喝看它的客家的胡椒猪肚汤哦。那一碗面里面有3个乐排哎，而且这个乐排上面的肉还是蛮多的哦。哇塞，外面是棒蛋糕的那个感觉没有错，可是它里面好软好湿绵哦，你们真的不得了，我真的下次会再来。这算是我近期吃过最有记忆点的布丁了。我好想喝喝看它的客家的胡椒猪肚汤哦。哎，乌骨鸡，这是本来就在汤底里面的。它的汤底就是配乌骨鸡。哦。哦。好赞！我希望永远都是冬天。真的吗？真的，永远都是冬天，我 OK。吃火锅每天吃我 OK。啊，我知道为什么它会给胡椒了。因为其实它本身的汤头比较温顺一点点，如果大家喜欢白胡椒味道再重一点点的话，你可以，因为每个人吃的胡椒辣度可能不太一样，你可以直接丢进去，或者加在自己的碗里面这样子，所以它额外附给你一个白胡椒粉。你有吃它的猪肚吗？有啊，很新鲜，而且很嫩，好好吃，它处理的非常好。你里面甚至因为有时候吃猪肚很怕咬不烂，或者是吃到它里面有一些筋膜什么的没有用干净，会臭臭的。但它的真的处理的非常好，很干净。然后这边有这种手工的这个花枝酱，这是明太子花枝酱。放个几哇塞，板条煮成这样，很吸汤哦，一定好吃的。我在吃火锅哦，大家火锅哦。哎呦，哎很搭哎。然后我要吃那个刚刚的那个花枝滑，你看，满满的都是花枝。我觉得这家店就是非常特别之外，然后因为它的地点很方便，它就在那个苗栗火车站，其实走过来差不多5分钟路程。即使你没有开车，你坐火车一日游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走来5分钟，然后感受一下就是以前日式那种80几年的老洋楼，拍拍照之后进来围炉吃个火锅。但它其实礼拜1、2是没有营业的，就大家还是要预定的时候注意一下这样。你查起床喽？我又没有在睡觉，是吗？对。那你怎么没有声音？我眼睛真很大。接下来要去哪里？哎，我真的觉得我这一趟很像在开惊喜包。哎，对啊。我们要不要换个主题？苗栗惊喜包。哎，好像可以，因为我自己也都一直处在一个惊吓当中。接下来找我想要喝杯好喝的咖啡，那这个咖啡也是在一个特色，就是隐藏在一个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哎，不可能！哎，现在我们是在工厂，走错了吧？等一下，我问一下那个大哥。大哥，不好意思，请问你知道这边有一个那个咖啡厅蛮有特色的，是叫什么吗？有一个咖啡厅在那边。哪边？那边。这也太隐秘了吧！香到很少人找得到。对啊，该不会你是老板吧？不是，老板是。老板是他女儿。哎，这一看就老房子，你看这个地砖，根本就不像咖啡厅，就像来到人家家里。你好，好香哦。哎，你们这个店真的很有特色哎。我跟你讲，一进来真的有感觉到冬天、春天的感觉，因为他们里面的配色就是冬天、春天，大家一定会有暖洋洋的感觉，有没有？哦，好酷哦，漂亮这样。你那个地图是豆子吗？对，我们因为是自烘咖啡嘛，然后就咖啡豆品世界地图。好酷，超酷的。这个蛮好看的，真的是蛮好看的。嗨，这是我帮你们配的哥伦比亚的卡斯提欧是一个品种，然后它是蜜处理的，然后它叫做田野玫瑰。那它的特色就是冰冲的时候喝得到一点点草莓的料香，哎呦，比较是热带水果。那我想要3个杯子，非常谢谢。
哦，有闻起来好特别，闻就有草莓的味道，你闻闻看，闻就有草莓的味道。哇，有没有有一点那个新鲜草莓果酱的那个味道？哦。为什么？很像是草莓果干的那种，你闻草莓果干的那个香气。对，而且它不是属于那种咖啡味很重的那种感觉。我喜欢。来，尽量倒，尽量喝。但是这里的重头戏，你知道很多人会为了它而来。只说这个对，水蒸布丁吗？它是锅蒸布丁，锅蒸布丁。然后听说很多日本人也超爱，哎，它切下去是挺扎实的，哎，蛮扎实的耶。好吃，好好吃哦。真的吗？它那个中间那一块有够浓郁的，然后这个焦糖也不是太甜的那一种。哇！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哎。它其实啊，有点像是你想象蒸蛋的浓缩版，浓缩到就是它有点像奶酪的那种口感。可是它的味道鸡蛋非常的浓香、郁，非常焦浓郁。糖香，然后它上面那个焦糖也调的超刚好的，好好吃哦。那就算是我近期吃过最有记忆点的布丁了。那我要吃我的这个司康了。这个跟我在台中爱美酒店那个有得比耶，而且他说吃起来有点像冰火菠萝油，但是我觉得它的层次比菠萝包好太多了。因为它上面这2层烤得非常的酥，然后中间其实是也带有点水分的，不是那种很干的那一种。你很厉害耶，这很好吃哎。那我想先喝一下这个，这个是桂花，对，桂花蜜。它是苗栗南庄的桂花酿，然后搭配我们浅焙的浓缩。我现在突然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因为第一个是看到他们就是在返乡，然后在自己的木材厂对面，就是完全也没有想说哦，我要在人很多的地方开，对，很隐秘。可是他们做的东西都超用心。你喝一口这个，你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啊，完全就可以感觉到这家店超用心。因为其实桂花咖啡我们喝很多，它的是比较温和的，就是桂花香慢慢的散发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喜欢桂花的，或者是喜欢咖啡味道没有那么厚重的，也可以试试看这一款。可以喝这个，好喝。再来，是不是还有棒蛋糕？也是属于酥脆的那一种。你真的不得了，你们真的不得了，他们真的太夸张，我真的下次会再来。我只能这么说，外面是棒蛋糕的那个感觉没有错，可是它里面是因为我这个是加了蜜地瓜的关系，就好香，然后好松、好软、好湿绵哦。那最后一个是什么？这个是香蕉法芙娜可可生乳卷。你它这个香蕉很多，这大概有半根哦。这里假日是不是只可以预约啊？对，我们假日都一定要预约。假日一定要预约。主要是分时段，然后就让每一个时段的客人都可以自在的使用这个空间。了解。你很少，你真的很少，我好像很少看到你把布丁吃完。对，然后每一个都很爱耶。不是，我觉得是它对我这种对于甜味很敏感的人，很适合，是因为你会发现它的东西有顾到这个味型，但是都不会死甜的那一种。你看它连这个巧克力都是很浓度很高的巧克力哦，但是它吃起来是可可的那一种甘苦的味道，而不是说像那种真的是那种巧克力酱，然后配上鲜奶油的那一种很甜，你知道吗？而且它在桌上很贴心，因为它知道我们会吃太多。不要觉得自己胖，现在很有可能是你最瘦的时候。现在是我觉得自己最腰型的时候，腰瘦的时候，因为吃太多甜点。对，真的会不自觉每一个都点，然后算了啦，热量那些先不要管它了。冬天就是要干嘛？储存热量，先吃再说。你是要把后面的行程推掉，留在这里？我是蛮想的啦，可以吗？你有没有觉得来到这边有点像那种老街的感觉？有，这里尖山嘛。对，而且你之前我们有问过你说你在家里比较常煮什么？炒米粉。炒米粉对不对？看这边有没有？这里是米粉厂。米粉厂，它其实呢，这里是米粉街。对，尖山米粉街。对，这边你看连招牌都写米粉街，有看到吗？真的哎。对，其实这里算是
新竹米粉的发源地。对，其实这边就在我们刚刚那个咖啡厅走过来，对大概200公尺。 200我们想说，不小心吃太饱了，散步啦。散步这样。散步就散到那个知名的景点了。对，刚好有个杂货店，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像那个上面的讲的，真的有卖尖山的米粉。我看到还有卖米。老板你好，你们有卖那个尖山米粉吗？这个啦，这个就是哦。这个哦，它吃起来跟新竹米粉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一样，其实米粉是比较涩，比较比较涩。如果这个是比较那个湿润吗比较 ？QQ。对对。哎，这个我期待哦，马上回家煮来吃哦。我知道。到了哇，晚上了。晚上。哎，但这一家我跟你讲，是这家是上次我们本来要拍，但是后来没拍到的。但这一次呢，我们还是要把它补回来。这一次我们无论吃多饱，无论多晚，都一定要对，来吃。还是要把它补回来。对而且他这家的那个牛肉比较特别，是他在这边是吃全牛料理啦。嗯跟全牛料理你可以预定之外呢，他的牛肉面有得过奖，然后也跟你想象中的吃牛肉面的方法不大一样。这样。哦，他这个牛肉面有得过奖。这一碗面里面有3个乐牌耶，你看一下这里，真的，这太夸张了吧！哇塞，我的脚糖锁吸管已经满了。时尚玩家为你盘点全台异国度假风获奖旅宿，让你不用出国也能感受到满满的出国风情。与众不同的风格建筑，不管是欧风、度假风还是日式风情，通通都有，通通整理给你。想知道更多资讯，欢迎上时尚玩家官网查询。哇塞！哦，这我吃一个就饱了。开了20年的店哎，好多人哦还是很热闹哦。对啊。 Hello， 老板娘你好。我们这一次终于来了，对，终于来了。这一次我们跟你讲，我们可是留了很多的，留肚子来的，有。好，我们赶快啦，趁热吃。吃到全牛料理。对，如果它真的全牛是你可以预定，但菜单上其实已经比很多牛肉店的店家丰富许多。对啊，这个是招牌，对不对？对，牛百叶，这个我很爱哎，尤其这个在麻辣锅里面也是，你知道吗？酸爽开胃哦。这个当第一道菜实在是太赞了，真的。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调味没有到很重，可是因为它的这个毛肚非常的新鲜，对，处理的炒的时间也刚刚好。像刚我夹那么大一口进去，其实它是吸收这个酸那个白醋的那个酱汁，然后跟那个豆瓣酱的那个酱汁，然后整个吸进去这样，好吃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开胃菜，有点泰式的，哇，这个我爱哦，酸酸的哦，粉嫩粉色的。哦，它的肉是有点冰镇过的那种感觉。哎，我觉得这很像在泰国夜市会吃到的味道。对，可是泰国夜市鱼露味它重一点，它这个没那么重。因为它上面有加了像是糯米椒、青龙椒的那个味道下去打的那个味道。这个时候怎么会？涮牛肉，它这边就是标榜的是你是用那个温体牛，然后你可以涮这种红烧系的牛肉火锅这样。那应该可以了。来，我来吃一下这个用红烧汤底涮的牛肉。不太一样，它的肉比较瘦。对，这个肉算是越咬越香的肉。对。对你慢慢咀嚼，它会越来越香。然后你叫了这一碗看起来很厉害耶，这是新出的吗？新出的。那因为它这个牛肉面有得过奖。那一碗面里面有3个，3个乐牌耶，而且这个乐牌上面的肉还是蛮多的哦。哇塞！哎，我们10点播出的节目，你这样子不行啦，那个观众看到哇，受不了。煮到那个筋都已经有点快化掉了。哎，它这边有一点是筋吗？上面。对啊，过瘾。然后你有牛肋排吗？你看一下这里，
因为它这个一只牛只有4个大骨，所以它一定要预定这样子。这太夸张了对吧！啊哇塞！它其实有给你一个刀子，你可以用刀子把上面的肉削下来。这都牛筋耶。对。哦，这我吃一个就饱嘞。这很像，你记得我们去台东有吃过那个那个大骨面的那种感觉。它这里有给你吸管，哦，骨髓。对，你可以把它搅一搅。它是说可以加一点汤进去哦。我的搅糖水吸管已经满了，好水哦。太水了，太水了，加一点汤进去好了。哦，这个喜欢喝骨髓的会很爱。小金蛋哦，很浓郁。如果是像我一样，就是很喜欢吃一点那种骨头汤的，对，骨髓、骨头汤那种豚骨高汤的那一种，对，黏黏的感觉的话，最浓郁的。是一点牛肉锅里面的东西吧？好啊。里面有牛腩啊，然后一些牛杂。重点是我想吃它的牛肉丸，因为它牛肉丸是他们自己手打的。哎，他难怪敢做涮牛肉，因为它的汤看起来味道很重，但其实味道不重。是淡淡的那种红烧带一点药材的味道。哎，真的耶。对啊，汤头是淡的。哦。真的这个牛肉丸很扎实，然后有点胡椒的香气。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这边可以吃全牛料理嘛，所以像锅类里面是牛杂，牛杂就是有一些肠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对。那炒什锦呢，跟牛杂不一样，它就是器官。所以像你看这边有肝、有心之类，有肺、肝肺都有。对，都在这里。牛心。牛心。很新鲜啊，一样。我觉得这边的那个牛肉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你知道不会那种很硬的那一种感觉，都是那个成熟度都是刚刚好。所以我觉得这家算是这一次帮我们的这个苗栗之旅做一个很好的结尾啊，好不好？都是让终于不再是遗珠了。对。